香港黑恶势力盘根错节，街头的年轻人有一半都是古惑仔，他们从不将警察放在眼里，甚至叫嚣要比一比谁摇人快。午夜12点过后，街头巷尾更是成了混混们的聚集场所，他们打架斗殴买卖药丸无恶不作，四处蔓延的黑文化让当地警方十分苦恼，为此召开了专门的研究会。警队总督察韦定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还是要多派出一些卧底。情报科主管莫警官表示，如今警方已知的大小头目就有200多个人，派1-2个卧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卧到头。上司闻言表示，一个不够就派500个1000个，目的就是渗入帮派核心，长期侦查，从内部瓦解他们，让这些混混们左手不信右手，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上司将这一行动交给有过7年卧底经验的韦定邦，让他从各职能部门挑人去卧底，行动代号为卧虎。卧虎行动展开的2年间，许多老大相继洗白上岸，警方决定将最近几年迅速发展的仁义社作为首个打击目标。仁义社的大老板被人称为老爷，他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却深谙权术，将社团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老爷常年装病闭门谢客，小老婆苏菲是他的话事人，主要任务就是带老爷出面平衡社团内的利益纷争，调停相关事宜。社团内的几个主事人分工明确，外表平易近人的黎继祥是社团里的智囊，绰号鸡精，主要负责外围球。冲动啰嗦的华超被人戏称为口水，经营着社团里的高利贷生意。诡计多端的新界飞手下小弟众多，是社团里的人力资源部，经常做一些走私生意。还有近2年冒头的红人钟孝礼，他利用自己经营的酒吧、歌舞厅和按摩店来贩卖毒品，还负责帮老爷洗黑钱，因此也最受老爷偏爱。简单分析后，韦定邦将钟孝礼作为一个开刀的对象，只要动了他，仁义社内部必定大乱。据调查，钟孝礼有个名叫花仔权的左膀右臂，警方卧底4眼已经成功取得其信任，很快花仔权就被逮捕。4眼也引起了鸡精的怀疑，他让小弟刀手做掉4眼，并一再嘱咐要做得干净点，但刀手显然对干净有些误解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追逐4眼，最后一刀捅死4眼，并拿走了他的手机。韦定邦查看4眼遗物时，发现他的手机不知所踪。为了防止卧底信息泄露，警方加快了行动速度，并联系了所有卧底，确定他们的安全。与此同时，社团的几个主事人正在聚在一起开会。最近有传言说，警方曾派出上千个卧底潜伏在各大帮派，现如今他们只搞定1个，还有999个要找。鸡精让大家回去好好清理一下门户。啰啰嗦嗦的华超打趣道，与其将人揪出来，不如对小弟们好点，这样卧底说不定还会倒戈。除了这件事，社团的当务之急是要捞出花仔权，以免他扛不住将事情抖出来，那样大家都得完蛋。事实上，4眼牺牲后，花仔权的犯罪事实就没有了证人，于是警方决定在社团律师来之前从他口中问出些有用的东西。谁料华超早就派人到监狱向花仔权传达了4眼已死的消息，花仔权最终被无罪释放。牺牲1个卧底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，莫警官怀疑行动是否存在漏洞。韦定邦表示只是提前了行动，一直以来他们都主张尽量收集更多的证据，网更多的鱼，如今不得不改变战术，从内部分化社团，让他们草木皆兵，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与此同时，社团的几人还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钟孝礼忙着教训不听话的按摩女，华超因为和另一个老大大口条的债务问题起了争执，两人同时找人力资源部的新界飞要人，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。新界飞能马上找来小弟的满打满算也不过30多个人，但华超却向他要40人，大口条更是狮子大开口要80个人，新界飞全都满口答应，更放话说要1000几百个都没问题。双方约在一间酒楼，华超带着人先到一步，给大家开了一场战前动员会，让他们保持严肃，不要嘻嘻哈哈。这时大口也带着人赶来，华超背后的几个小弟又急忙过去给大口站场子，这就叫人不够走位凑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新界飞还给华超找来2个女孩子和3个牙齿都快掉光的老大爷凑数。气氛焦着之际，鸡精来到酒楼劝双方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闹事，随后便遣散了新界飞找来的老弱残兵，拉着华超和大口坐下慢慢协商。原本想趁这次聚众闹事逮捕几人的警方也只能先行撤退。解决完华超和大口的矛盾，鸡精在回去的路上邂逅了橱窗设计师尤丽，对方是个单纯率真的女孩，认为好人和坏人之间泾渭分明。鸡精闻言便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与此同时，钟孝礼被人举报贩毒，警方也顺势扫了他的场子。鸡精向钟孝礼传达了老爷的意思，让他马上离开避避风头，手头那些生意自己可以帮忙打理。钟孝礼嘴上表示感谢，心里却认为鸡精想借机吞了自己的生意，对他的敌意更甚。但眼下钟孝礼别无他法，只能安顿好不能自理的老妈，消失一段时间避风头。在老爷的授意下，苏菲将几人聚在一起。华超抱怨钟孝礼连累自己银行卡被冻结，鸡精却表示关键时刻大家要团结，他相信1000人卧底只是警方用来分化他们的谣言。不久后，新界飞被带到了警察局，韦定邦问他知不知道4眼是被谁杀的，新界飞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，让警方有事就去问鸡精。鸡精此时已经坠入了爱河，
他时常苦恼于是否要将真实身份告诉尤利。警察很快找上了基金，但不管问什么，他都是一句不知道搪塞回去。尽管警方还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证据，但基金还是安排刀手尽快离开。消息传到了辛介菲耳朵里，他和钟孝礼联手摆了基金一道，向警察举报刀手准备跑路。刀手最终逃过了追捕，基金自然知道是有人透露了风声，他找到辛介菲，暗示对方只有团结才能一起渡过难关，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社团。在此之前，钟孝礼早就给辛介菲洗了脑，告诉他矮子计谋多，基金伙同华超接管自己的生意，等他们做大，下一个受害者就是辛介菲，并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对付基金。钟孝礼想通过警方的手继续找基金的麻烦，韦定邦却并不上他的套，钟孝礼只能另做打算。辛野飞表示，现在最想杀基金的人恐怕就是以为基金出卖自己的刀手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神情呆滞的男人走进警察局，基金派他做中间人约出了韦定邦。这个人名叫超哥，是韦定邦卧底期间的老大，同时也是亲眼看到他枪杀一名警察的证人。原来这就是韦定邦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。当年他为了不被怀疑，朝着追来的警察开枪，这一枪直接导致了对方的死亡。基金用这件事威胁韦定邦不要再咬着社团不放。韦定邦这些年也在自责和不安中度过，反复思考后，他决定向上级说明这件事。值此多事之秋，老爷将众人聚在一起，还请来了毛叔、威叔和喇叭哥3位元老，提议通过匿名投票选出为这些事背黑锅的责任人。说是匿名，实际上老爷对所有人的字迹和习惯都了如指掌，也猜到了他们各自心里那些小九九。就连老爷也被人投了一票，唯有基金投了弃权票，也只有他想的是一致对外。最后的票选结果是钟孝礼，但老爷这只狡猾的狐狸却不是要选出大家不喜欢的人，而是要选出最得人心的那位，防止他被推出来取代自己。这个人自然就是基金。老爷的眼神中带着狠厉。苏菲会议马上通知辛介飞找人做掉基金。与此同时，钟孝礼和辛介飞正在 KTV 商量下一步计划，无意中遇到了和同学在一起聚会的阿弟。阿弟是华超的儿子，钟孝礼出于报复给了他一颗药丸，并告诉他这个东西能解酒。担心喝酒被爸爸发现的阿弟不疑有他吃下了药丸，不久后便陷入昏迷，被送到了医院。医生检查后告诉华超，孩子疑似服用了过量的毒品，可能短时间内都无法苏醒。华超怒气冲冲地质问几个孩子给阿弟吃了什么，其中一个男孩表示跟他们没关系，阿弟是见过一个男人后才出事的，还拿出自己无意中拍下的照片给华超看。看着照片上的钟孝礼，华超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他找到钟孝礼母亲所在的疗养院，当着他老人家的面一刀砍死了钟孝礼。紧接着就是基金，他在花店挑了一束鲜花，准备去向尤利表白，途中却被刀手连捅几下倒地身亡，刀手也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击毙。基金到死都不知道尤利也是警方的卧底。华超因为儿子的事万念俱灰，实际上他也是警方的卧底，只是时间越久越记不清自己的身份和任务。韦定邦表示，只要华超配合警方完成最后一个任务，就将他的妻儿安全送出国。最终在潜伏于社团各处卧底的配合下，仁义社团中的大小头目一一落网。这个盘根错节的庞大犯罪组织终于被警方彻底捣毁。事情结束后，韦定邦向上级自首，犯下故意杀人罪的华超功过相抵，被改判为5年，并在牢里继续做警方的线人。他出来以后的陆墨警官也想好了，那就是继续做警方的卧底。卧虎计划永远不会结束。